全世界艺术家的专业媒体、美术、音乐、歌唱、权威媒体的报道、艺术简报。埃尔顿·约翰可能是流行史上最长的告别。Telegraph。埃尔顿·约翰爵士的告别黄砖路巡演可能是流行历史上最长的告别，但他为他的退休金库贡献了6.5亿英镑。尽管在2018年巡演开始时庆祝了他的71岁生日，当时髋关节置换手术和全球大流行打断了他，但他还是在世界各地的城市进行了一系列10晚的驻留，最终于7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最后一场演出。这次巡演被广泛誉为一个欢乐的庆祝活动，有一系列的人群取悦者，许多人表演了数百次，如果不是数千次，有一种类比的氛围仍然存在于当下。埃尔顿·约翰 Elton John 的声音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深沉，越来越厚，仍然是一种强大的乐器，由一个6人乐队支援，其中3人自1970年代以来一直与他在一起。他的钢琴演奏是精湛的，他与乐队保持着俏皮的互动，同时为经常扩展的前奏摇滚尾声留出空间，并鼓励偶尔像火箭一样起飞。刘易斯·卡帕尔迪可能不得不退出音乐行业。英国独立报。音乐家路易斯·卡帕尔迪 （Louis Capaldi） 表示，由于他所经历的冒名顶替综合症，他可能被迫退出这个行业。在一次采访中宣传一部关于他生活的新 Netflix 纪录片时，这位歌手说制作音乐具有独特的破坏性。虽然他说他没有立即退出的计划，但他说如果情况变得更糟，他将不得不停止。卡帕尔迪过去一直对自己的精神挣扎持开放态度，他写了一首关于他不足感的歌曲《伪装者》。这部名为路易斯·卡帕尔迪我现在的感觉的纪录片坦率地审视了这位排行榜榜首苏格兰人的生活。这部纪录片还涵盖了歌手在舞台上经历的妥瑞氏症症状。他说这些症状变得更加严重。这位歌手说，尽管大流行阻止了这部电影跟随卡帕尔迪巡回演出，但他最终更深入地了解了我生活中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方面。自2019年发行首张专辑以来，卡帕尔迪赢得了2项全英音乐奖以及一系列其他荣誉。他的第2张专辑《Broken by Desire to be Heavenly Sent》将于5月19日发行。成名对他心理健康的压力。BBC。一部新的 Netflix 纪录片将探讨苏格兰创作歌手路易斯·卡帕尔迪的崛起，以及他如何应对成名对他心理健康的压力。卡帕尔迪的第1张专辑是2019年和2020年英国销量最高的专辑，他目前正在制作第2张专辑。然而，他在纪录片中解释说，随着他的成功，他的焦虑也随之恶化。他经历了惊恐发作、肩膀抽搐和疲劳，并继续患有冒名顶替综合症，认为他的成就是不值得的。在努力写第2张专辑时，卡帕尔迪首先开始出现症状，治疗师说这也可能归因于他小时候2个亲戚的死亡。在抵抗了一段时间后，这位歌手随后被诊断出患有妥瑞氏综合症。他说这是有道理的，并允许他以积极的方式引导焦虑，遵循建议通过药物和运动来减轻他的潜在压力。卡帕尔迪的家人和朋友敦促他在诊断之前寻求治疗。卡帕尔迪说，他对自己的歌曲创作能力没有信心，并对他第1张专辑中的突破单曲《你爱的人》的成功感到不知所措。此后，他通过 Zoom 与其他词曲作者合作，并前往伦敦和洛杉矶。尽管最初拒绝为他的图雷特提供治疗的努力，但为了他的心理健康，为这张专辑写作最终被搁置。这位歌手的结论是，如果你写出自己喜欢的歌曲并发行它们，成功就会随之而来。这部纪录片将于5月5日起在 Netflix 上线。Kelsey Ballerini 加入 CMT 音乐奖的变装艺术家。加拿大环球邮报。凯尔莎·巴勒里尼 Kelsey Ballerini 已向最近学校枪击事件的受害者致敬的 CMT 音乐奖开幕式，然后与美国各州正在考虑限制变装秀表演的时候与变装艺术家同台。本月早些时候，田纳西州成为第1个严格限制此类表演的州，但在诉讼后，该法律暂时被阻止。Ballerini 向本周在纳什维尔发生的学校枪击事件的受害者致敬，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的活动开始时列出了他们的名字。后来，他与 RuPaul's Drag Race 的明星跳舞 Kennedy Davenport、Jen Sport、马尼拉吕宋岛和 Olivia Lux。
平等游戏奖颁发给了5次格莱美奖得主沙尼亚·吐温，他因倡导乡村音乐中不同声音而受到认可。吐温由说唱歌手梅根·西种马介绍，两人为吐温的热门歌曲《男人》，我觉得像个女人跳了一段舞。莱尼·威尔逊 （Lainey Wilson） 凭借《Heart Like a Truck》获得了年度女性视频的早期奖项，并与哈迪 （Hardy） 合作的《在卡车上等待》（Wait in the Truck） 获得了年度最佳女性视频奖。今年的活动还包括摇滚和蓝调艺术家的表演，包括艾拉尼斯、莫里瑟特、黑乌鸦和小加里·克拉克。致敬是在乐队最后一位原始成员加里·罗辛顿3月去世之后进行的。爱尔兰民间音乐正在复兴。经济学人根据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爱尔兰民间音乐的传统形象是在舒适的酒吧里表演的，在小提琴和博德兰上演奏轻松的卷轴，掩盖了它在21世纪的活力。作者强调了新一波挑战刻板印象的乐队，包括实验主义者 Lancome、歌曲复兴主义者 Young Vagabonds 和朋克乐队 The Merry Wallopers， 所有这些都受到大流行后抗议和社会批评等主题的启发。作者说，这种音乐激发了人们对爱尔兰人的新自豪感，超越了绿色、稻田、三叶草版本，并补充说，最近以爱尔兰为背景的书籍、电影和电视节目的喝彩已经更新了世界各地的爱尔兰身份。许多乐队通过都柏林的蹲下和朋克摇滚场景相遇，并且比传统民谣更认同 Sigur Rós。爱尔兰民间音乐流行的最后一次重大复兴是在1980年代，当时英国朋克摇滚乐队 The Pogues 接受了这种流派。发现披头士乐队最早录制的英国演出。BBC 的 Radio 4 Front Row 节目发布了披头士乐队从1963年4月4日起在英国斯托寄宿学校举行的现场音乐会的最早录音。15岁的约翰·布鲁姆菲尔德 John Bloomfield 在乐队在学校剧院举行音乐会时录制了长达1小时的1/4英寸磁带。当布鲁姆菲尔德与前排一起回到斯托，为音乐会制作60周年特别节目时，磁带的存在被揭示了。这张唱片捕捉到了披头士乐队现场表演的紧凑性，标志着列侬·麦卡特尼歌曲创作伙伴关系的开始。披头士乐队历史学家马克·路易斯 （Mark Lewison） 表示，这盘磁带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因为他抓住了乐队处于世界名声突破的风口浪尖的时刻。新业主将安大略省萨德伯里 （Sudbury） 的前市中心教堂改建为音乐厅。加拿大 CBC。Dan Guillemette 和 Liana Bacon 以49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萨德伯里市中心1万平方英尺的前洛克斯长老会教堂。该空间将被改造成一个拥有150个座位的音乐厅，用于音乐会和其他现场表演，有可能扩展到600个座位。场地交错的礼堂式感觉为城市增添了社区聚会空间。Guillemette 和 Bacon 也是萨德伯里 Books and Beans 咖啡馆和 Night Hall 地下酒吧的拥有者，加强了他们对市中心的承诺。波旁河分支室内音乐会希望在今年夏天晚些时候开幕，经过一些翻新工程，包括修复屋檐槽和解决一些水损坏，以及增加空调。音乐大亨西摩·斯坦因去世，享年80岁。英国独立报 Sire Records 的创始人 Seymour Stein 去世，享年80岁。斯坦在音乐偶像 Talking Heads、Madonna 和许多其他人的职业生涯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20多岁时共同创立了 Sire Productions， 后来成为 Sire Records。斯坦因对音乐有着深厚的知识和鉴赏力，他发现行为的天赋说明1970年代的新浪潮普及。他与 Talking Heads、Ramones 和 Pretenders 签署了唱片协定，并在1980年代发现了麦当娜。斯坦因心脏感染住院时，在演示磁带上听到了未来的偶像，他把他叫到他的房间，并迅速与他签下了唱片协定。摇滚名人堂基金会的创始人在2005年获得了自己的入选。西摩·斯坦 （Seymour Stein） 唱片公司老板，签下麦当娜和顶级另类表演，享年80岁。加拿大 CBC。Sire 唱片公司联合创始人 Seymour Stein 去世，享年80岁。斯坦因对艺术家的先见之明而闻名，在他们取得突破之前几十年就看到了即将成为明星的人。他在医院的病床上签下了麦当娜，当时他因心脏感染住院，后来回忆起这位表演者都穿着廉价的朋克装备，那种在心脏病房里看起来格格不入的俱乐部孩子。
与 Richard Gautier 共同创立 Sire 的 Stein 签署或支援的其他行为包括 Talking Heads、The Ramones、The Pretenders、The Smiths、Depeche Mode 和 Echo and the Bunnymen。斯坦说明建立了摇滚名人堂基金会，并于2005年入选。谢谢大家收看艺术简报。